我不是已经死了吗？这印泥，这聚结书，是我被逼认罪的那一天。我回来了。放下，那是我的。你看见了，宣梅姐，如今到了我手里，就是我的。半根烂菜梗，一口酸饭，你也敢吃？饿到这一步，别说馊饭，泥土我也吞得下。吃吧，正好早些送死。堂堂安远侯府大小姐，竟跟乞丐抢剩饭。侯府不要你了。笑吧，只要还能吃，我就还没死。你都饿成这副鬼样了，还想活？蝼蚁尚且偷生，我为什么不能？腿肿唇青，7日没进正经粮，这口馊饭不是救命，是催命。今晚还没到，能多活一刻我就多活一刻。你就不怕活着比死还苦？死过的人才没资格嫌活着苦。让路，侯府粮车来了。那是我家的粮车。你家有粮，怎么还让你饿成这样？父亲在里面，谢景元也在。他们既把你赶出来，还会认你？父亲答应过，只要我认罪，就保我平安，他不会眼看着我死。父亲，我是知薇，给我一口粮，一口就够了。我替侯府背下倒卖官粮的罪，你们答应过会救我。父亲，他竟然还活着！是你抓着我的手按下手印，你说过侯府绝不会亏待我。他已经不是谢家的人了，可他若说出关仓的事怎么办？事已至此，他若回来也是满门抄斩的罪名。放下车帘，快走，别让人认出他。快走，别停！叶崇山，我也是你的亲生女儿。他们看见你了，车上有粮有水，却连一口都不肯给。我替他们背罪时，他们叫我谢家嫡女，如今罪名落地，连一口粮都不给我。你还盼他们回头吗？不盼了，从今往后，我与谢家生死不相干。别吃，饭已经馊透了。饿死和毒死有什么分别？至少这一口是我自己抢来的。吐出来，快吐出来！我也活不了。我去找大夫，你给我撑住。京城连粮都没了，哪里还有大夫肯救乞丐？你不是乞丐，你是侯府千金。侯府千金，连乞丐的一口饭都不如。若能重来，那张认罪哨我绝不会再按。丫头，别闭眼。谁再拿我的命换富贵，我就先要他的命。这是验粮文书，按个手印，侯府不会亏待你。知薇替家里分忧是你的本分。谢知薇，你疯了！这一次，谁想让我替他去死，我就先送谁上路。侯府养了你18年，如今让你签一张文书，你也要忤逆？既然只是普通文书，为何兄长不签？粮仓是他经手，手印也该由他来按。我是侯府世子，怎能经手这些琐事？你是嫡长女，替家里分忧是本分。功劳归世子，罪名归女儿，所以我的本分是替兄长送死。你竟敢这样说！不过一道验粮手续，谁会要你的命？按下手印，真出事，为父保你。父亲敢把这句话写下来吗？敢写侯府若有欺瞒，便由兄长与我一同担罪吗？你少胡搅蛮缠！只剩3日，3日后河堤决口，京城封城，3日后关仓打开，里面全是杀徒，他们会把我推出去顶罪。前世我被他们赶出侯府，活活饿死，这一世我绝不会再按这个手印。3日后，官仓里面全是杀徒，他们还要让你顶罪。祖母，您怎么猜到的？母亲，他受惊胡闹，您别信他的疯话。他若是胡闹，你们为何非要今日按印？又为何不敢让景元签？来人！大小姐神志不清，把她按住！兄长这么急，是怕我不认罪，还是怕有人开仓？你敢不敢当众念出仓号和粮数？堵住他的嘴！这个印，他今日必须按！我还没死，谁敢当着我的面按他的手，我先废了谁！祖母，这是父亲的命令。你父亲的命令，大不过谢家的规矩。官仓重地，岂能随意查验？他若是胡闹，你们怕什么？明日请族老到场，当众开仓，粮没有问题，再谈谁来签字。谁敢阻拦，我先查谁。人都到齐了，今日若验不出假粮，你便当众认错，再签下具结书。可以，但验哪一代，从哪里验，都由我决定。看清楚，
冕色洁白，颗粒饱满，没有半点霉坏。这就是你说的假粮？这一袋确实是新粮，现在认错还不算太迟。袋身已经磨旧，锋线却是新的。这袋粮刚被人重新缝过，换根线也能被你说成罪证，所以这一袋我不验。把那袋抬出来，我叫你抬粮，你却先等世子点头。看来这座官仓真正听命于兄长。少在这里挑拨，抬给他看。燕良该从袋口取呀，谁准你割坏官粮？从袋口取，只能看见剑上面铺的新米。兄长为何这么怕我从中间割？既说粮没有问题，就让他验到底。官粮里怎么会有沙？快把旁边几袋也拖下来！不是一袋被换，是整垛粮都有问题。兄长，现在还要我认错吗？是仓丁监守自盗，把他们全部绑起来审问。没有世子的手令，小人连仓门都打不开，夜车进出也都要验世子私印。你敢攀咬本世子？是真是假，查账便知。1个月内，32辆粮车夜间出仓，车号、时辰、去处一笔不少。这些车全去了周家码头，通行令上盖的全是世子私印。别介！周家粮行收新粮3000担，交货人安远侯府世子谢景元，人证、账册、货票全齐了。今日只是仓中管理不严，此事由侯府处置，谁也不准外传。谁敢关门，我先打断谁的腿！8万担官粮，父亲准备让谁来偿命？把记录和货账交出来。今日之事，侯府自会处理，谁敢泄露半句，便按族规处置。前世你们也是这么说的。什么前世？不必懂，这一次我不会再信。归还我母亲全部嫁妆。你想做什么？归还季风良号，再签断亲书。断亲不是儿戏。既然侯府只想要我的命，我便不要这个侯府了。你生在谢家，吃穿都是侯府给的，想凭气话脱离谢家，做梦！我母亲的嫁妆养得起10个我，这些年真正靠她吃饭的是你们。你离了侯府，连安身之处都没有，总好过留下，等你们选我的死法。离开侯府，你什么都不是。没了谢家，哪个商户敢认你？侯府连3日都保不住，我要他做什么？继母不必担心，先把我母亲的东西搬出来。你母亲留下的东西都在这里，府中替你保管也费了心力。季风良号能装进这只箱子，12艘货船能藏在这堆旧衣里。季风良号2间布庄、南郊田庄12艘货船，另有现银、铺器和24箱珠宝。继母用了10年，不会真以为他们都姓柳了吧？这清单是假的，真伪和地契便知。季风良号确在嫁妆单上，田庄和货船也都是沈家的陪嫁。这些产业早已并入侯府。嫁妆不是公产，你用了10年可算利钱，却不能吞掉本金。产业归还，断亲书签下。今日以后，我与侯府互不相干。父亲不能让他带走粮号。若不归还，我便带账册和货去京兆府，到时查的不止嫁妆，还有8万吨官粮。谢之威，今日是你自己要走，将来冻死饿死也别回来求我。诸位都看见了，往后谁侵占之威的产业，便是明抢。出了这大门，你不再是我的女儿。没有侯府，你早晚会后悔。正合我意，从此你的富贵我不沾，你的死活我也不管。小姐，我们真就这样走？这里只剩仇人，有什么舍不得？出了侯府大门，你们连今晚住哪儿都不知道。那也比住在吃人的宅子里强。
祖母，您这是要去哪里？跟你走，香笼已经收好，今日便出门。您知道我要离开侯府，你连断亲书都签了，难道还准备留下吃晚饭？外面未必有是侯府舒服，我连落脚处都还没有，这一路也会很苦。侯府的床是舒服，可侯府的人已经烂了，这些是我的私产，你不必护着我，只管带路。都放下！母亲，知微年轻冲动，您怎能跟着他胡闹？我是不是会胡闹，轮不到你来教。我今日若留下，才是真正糊涂。您若离府，外人会怎么看我？你卖官粮时不怕人看，如今倒怕别人说你不孝了。母亲，侯府才是您的家，知微连个住处都没有，您跟去只会受苦。我的家不会拿孙女的命换前程。儿子从未想过害他，逼我替8万张坛官粮认罪，也叫没想害我。若我今日按了印，3日后还有命回来吗？前世我死后，祖母不被锁进佛堂，他们断了他的药，也断了他的饭。祖母最后也是被他们活活饿死的。佛堂断药断饭，祖母，您说什么？母亲，府里何人敢这样对你？现在或许不敢，等我挡了你们的路，就知微的下场便是我的前车之鉴。母亲，您宁可信他的疯话，也不信亲生儿子。母亲，这一掌是替知微打的，也是替将来的我打的。从今以后，我不再拿命赌你的良心。谁敢放老夫人出府，我就发卖了谁！我的身契在谁手里？我的私产又花了侯府1文钱吗？祖母，您这是逼父亲背上不孝之名。那是他应得的。母亲，今日出了这道门，您就别后悔。我最后悔的是把酿成今日这副模样。这道门我替你跨出去，谁都不能拦。你守你的侯府，我跟知微去活命。大小姐已经不是侯府的人，梁浩的账和钥匙自然轮不到您来管。我来收母亲的产业，不是来认侯府的门。把门打开。没有侯爷和夫人的手令，谁也不能进去。梁浩是我母亲的嫁妆，地契上的名字也是他。我是不是侯府的人，与你无关。地契、嫁妆单俱在，再挡门，便按强占主家产业处置。账房杂乱，容小人先整理2日，再送到小姐手上。我今日来就是怕你整理太干净。清河守门，任何账册、票据和货单都不准带出去。3年进粮8万石，账上却报损4万石。你家养的是火鸡，还是吞粮的妖怪？粮食熟巢、生虫转运，哪一样没有损耗？大小姐没做过生意，不懂其中门道。那你算给我看。不必算了，粮号正常损耗不过半成，3年8万担，最多损400担，多出的39600担去了哪里？啊！这是周家暂存的旧粮，与粮号无关。周家的粮为何盖着官仓印？你用我母亲的粮号替周万川藏赃，还把破款记成损耗，侵吞货款，伪造损耗，替周家私藏官粮，3日内补齐亏空，交出钥匙和私账。你不能撤我，粮号上下全是我的人。我便把这些证据送去京兆府。从现在起，你不再是季风粮号的掌柜。没有我，谁给你们发工钱？他刚被侯府赶出来，手里还能有多少银子？都给我走！大小姐，粮号不是靠一张地契就能开的，让这粮号今日便关。愿走的当场结清工钱，我绝不阻拦；愿留下共担风险的，工钱翻倍。从今日起，粮号每月利润再拿出1成，按工分配。他骗人！我留下。小姐，先追旧账还是清点存粮？旧账要追，活命的东西也不能等。高粱、豆子、盐、药材、重粮、铁锅，全都分头去买。3日之内，能吃的、能种的、能救命的，我全要。林伯去收高粱和粟米，清河收豆子、麦麸和菜干，不要在一家买够，分散到城东、城西和南市。小姐，不先抢精米白面吗？周万川盯着精粮，我们一动，他就会抬价。
谢姑娘，精米不买，怎么尽收牲口吃的东西？这么多麦麸，难道要拿回去喂猪？精米能填1张富贵嘴，杂粮能填3张逃荒嘴。京城太平的很，哪来的逃荒？这些陈粮放久了只会生虫。带壳粮耐放，麦麸能煮粥，豆子还能发芽。等精米长到10倍，你们才会知道，能填肚子的就不是猪食。有多少，我收多少。拿上等布装换猪食，姐姐怕不是被段亲气疯了。侯府大小姐离了侯府，连吃食都降了等次。粮食脏不得，别用你的手糟蹋。你也只配守着这些猪食，嘴硬。记住今日的话，3日后你求我给你1口猪食时，我会原样还你。盐和药还能明白，石灰、铁锅、棉布和种子为何也买这么多？粮只能让人不饿死，水脏了要石灰，受伤了要药，逃出去还要生火做饭。小姐，我们究竟是在做粮食生意，还是准备打仗？灾年和打仗没有分别，道路会断，粮价会涨，人会为了半碗米翻脸。我们买的不是货，是所有人活过灾年的本钱。小姐，不好了，城中所有精米和白面都被周家粮行买空了。周万川这是要封仓抬价，若他连杂粮也开始收，我们今日买的这些根本不够。他买走多少？周家调了60辆粮车，今晚还要从码头运回2批精米。南市几家车行也被他提前包下了。粮在他手上，车也在他手上，现在再抢粮，价格只会越抬越高。周万川能买空粮铺，是因为有人替他运粮。粮船靠码头，粮车靠车夫。小姐，您的意思是去抢他的车？那就不买粮，买下替他们运粮的人。今晚之前，我要周家的粮一袋也出不了码头。先去砖窑验地，再把粮分批藏进去。周家的车夫已被我们截下，今晚码头必乱。他越乱，越顾不上盯我们。车走小路，别留下同一条车辙。让开！走南官道，3日后人和粮都会沉进河里。你知道我运的是什么？车辙深3寸，除了粮还能是啥？你拦车，只为提醒我。我给你一条生路，你替我救几个人。我不认识你，也不信白送的生路。什么人？关在哪里？救河防营里的6名军士，他们查到了堤坝偷工减料，今夜就可能被灭口。上游石料被换，3处木桩松动，裂缝已经过尺，水位再涨2尺，这里必定决口。决口之后呢？洪水先吞官道，再冲南郊，你藏在砖窑里的粮，一袋也剩不下。你为何确定是3日后？我守地5年，不会看错水势。你上报过？报过，所以我被革职，他们被关了起来。再等下去，郑人和河堤都会消失。救人可以，先说价码。粮30担，伤药10箱，6匹快马。6个人，值这么多？他们能守车、探路，也能在乱军里面开路。我要的不只是6把刀，我要一条能带粮、带人离京的路。排水渠能送人出城，粮车过不去，粮拆成小袋，从旧渡口转船，再走西岭军道。沿途若有官兵和山匪呢？我不能保证没有，但我能提前发现，也能带人守住粮，这便是我给你的生路。粮、药和马我给，所有物资由我调配，任何人不得私分。可以。出城以后路线、扎营和护卫听我安排。若我不同意你的决定呢？粮归你管，但遇到生死关头，命归我管。若路线有误，损失由你赔。若我的人不听号令，我亲自处置。有人背叛呢？先处理背叛的人，再按契约赔偿活下来的人。无论是谁，绝不徇私。今晚子时，我带你进入旧营，迟一刻，那6个人便可能没命。人救出来以后，你和他们替我守粮。只要你守约，我便守到底。粮由我出，路由你带，成交。皇后娘娘召谢姑娘即刻入宫。小姐来得太快了，她不是来见我，她是来查这些粮到底要运去哪里。好好的侯府千金，怎么突然闹到断亲？臣女不懂事，
与父亲争了几句，父亲一怒之下签了断亲书，臣女如今也后悔了。只是几句争执，断亲之后，你又四处购粮，几日之内买下这么多杂粮，是想做什么？臣女不懂经营，只听货堆满仓，已经快把嫁妆赔光了。臣女正怕连累侯府，才不敢回去。赔些银子算什么？你母亲留下那么多产业，总不至于让你无处可去。臣女连一家粮号都管不好，若再有人上门讨债，只怕连住处也保不住。女子独自在外，终究需要依靠。三皇子府正缺一位知礼懂事的侧妃，殿下身份尊贵，臣女不敢高攀。本宫开口便算不得高攀。臣女已经没有娘家，身后无人可用，又拿上等铺子换了一仓不值钱的杂粮，实在配不上殿下。你是在拒绝本宫？臣女是不敢拖累殿下，待臣女把亏空提上，再来听娘娘训示。你倒很会看清自己。你既不懂经营，本宫便派个人帮你。玉婵细心懂账，先跟你回去照料起居。奴婢一定替娘娘照顾好姑娘。多谢娘娘体恤。祖母院里缺个伺候笔墨的人，就让玉婵留下吧。奴婢一定尽心。既然来了，就守院里的规矩。城西峰地窖已经清空了吗？昨夜刚运进200升粮，地窖和空酒坛全都装满了。要是只留一把，今夜再调10辆车过去，别让外人知道。记住，千万不能走漏。小姐，他一定会把消息传出去。我就是要他传。真粮早已分开，酒房里只剩眉骨和沙土。鱼已经看到饵了。城西废酒坊210辆，今夜还要再运10车。他断亲后敢与侯府作对，靠的就是这些粮。烧掉粮仓，他自然会跪着回来求我。别留活口，也别留下周家的痕迹。世子，粮都在这里。周老板说了，烧得越干净越好。里面还有人，你们敢烧粮，官府一定会查。死人不会告状。封门，放我一个活口都不许留。小姐，粮仓全烧起来了，火太大，粮根本救不出来。西墙里面有人声，先救守夜伙计，再封住街口，放火的人一个也不许走。世子从火场出来了。没想到吧？你守了3日，还是没守住。你囤了3日的粮，已经一粒不剩。兄长亲自放的火，是又如何？没了粮，你拿什么养粮号的人？又拿什么与侯府斗？小姐，会里还有一只粮袋。都烧成这样了，还有什么可看？粮若烧过，会有焦米和米香；若里面本来不是粮，火也替你辨不出真米。真是官仓的粮，这哪里是粮，分明全是沙！这不是烧粮，是有人在烧掉赃物。这是城西官仓的货号，编号也与账册一致。一袋废粮能说明什么？就是他命人破云封门，还说一个活口都不能留。一个奴才也敢污蔑本世子！官仓假粮，纵火凶手，守夜证人，兄长烧得很好，证据现在全齐了。抓住他！他靴底还有灯油。你早知道这里是假粮，所以你故意让玉传传信。我只知道贼会追着饵来，没想到兄长亲自替我烧仓留证，还送来一个活口。真粮在哪里？你不可能把那么多粮凭空运走。哥梗烧的是自己的罪证，至于我的粮，你还不配知道。说，你烧掉的不是粮，是你自己的退路。现在轮到你怕了，你猜？上游水位暴涨，河堤裂缝又开了2尺，所有粮船立即停航。河堤又塌了，粮船也回不来了。第1日结束了，你们只剩2天。决口了，所有人离开河岸。漕运停了，粮船全部靠岸。船翻了，船上的粮全啃了。城门会不会关？我们还能回家吗？先逃命，洪水马上进城。昨日1斗米才200文，今日为何要1两银子？河道断了，今后有银子也买不到。今日不卖，明日还能保命。你们仓里明明还有粮。
卖不卖了，关门！奉旨开仓赈灾，老弱妇孺排在前面，每户按册领粮。孩子有救了，快把口袋拿好！开仓，先办第一垛。我早就验出官粮有假，是你们不肯查。这不是粮，是沙！换最中间的一袋，再开，继续开！我不信12万吨官粮全是石头。粮呢？朝廷不是说仓里有12万担粮吗？我儿子2日没吃东西，你们让他吃沙吗？不许冲仓！再上前就拿人！谁买了官粮，把贪官交出来！都退后！此事朝廷自会彻查。粮仓空了才说彻查，百姓今日吃什么？封门也封不住8万箱亏空。再不放粮，城里就要死人了！你们今日必须给一个交代！关门，先把他带走。他问我们今日吃什么？你们答不上来，就要先抓问话的人。谁敢抓他，就是想替贪官灭口。大人要抓我可以，先当众要交出账。在这12万担官粮去了哪里？休得煽动民变！民变不是我煽出来的，是满仓沙土逼出来的。小姐，粮号出事了，侯府家丁带人堵在门口，说奉侯爷命令，林伯已经让伙计装车，可他们快拦不住了。官仓没粮，侯府就想抢我的粮。拦住他！清河，回粮号，剩下的粮一袋也不能落到他们手里。大小姐，侯爷命您立刻带粮回府。我已经与侯府断亲。侯爷说，侯府上下都等着您的粮。侯爷还说，祖母也该回府。官仓开出满仓沙土时，侯府怎么不说见死不救？车先走后门，老人孩子的考粮另装。侯爷的命令，您必须听。谁敢拦车，记下名字。签字时，他说生死各不相干。如今官仓开出沙土，他又想起血脉了。侯爷的命令，您必须听。我的粮绝不养仇人。禁军已接到封城令，4门全部关闭，走慢一步谁都出不去。暗道能走多少人？人能过，粮车过不去。若丢下车，这些粮怎么带？拆车，粮分成小袋，由人背出去，一袋粮也不能留给他们。老人孩子先走，半个时辰搬不完，能带多少带多少，剩下的封进暗仓。人不得出入。本侯要进宫面圣，我要见3殿下。他知道侯府是替谁办事。侯爷不必等了，正是3殿下亲自前去安远侯府倒卖官粮，命谁敢阻拦，一并拿下。不可能，殿下答应过，只要侯府稳住官仓，来日便封我为王。他绝不会这样对谢家。皇子府印就在这里，侯爷若不信，进天牢后慢慢看。来人，摘下侯府匾额。侯爷，殿下为何突然翻脸？您快派人去皇子府问清楚。他从一开始就准备让谢家顶罪。走。哥哥，你不是说侯府不会有事吗？咱殿下会保我们。闭嘴！父亲和我若出事，你也活不了。想活命就帮我把账全烧了。快把剩下的全烧掉，一夜都别留。快把窗后的密匣拿来。这版本也要烧吗？少废话，快去！禁军若看见一夜，我们全得死。拿下世子！谁敢碰我？我是3殿下的人。3殿下要抓的第一个就是你，你替他卖粮，他便拿你谢家抵罪。放下剑，还能少受些苦。再反抗，格杀勿论。小姐小心！抓活的！我倒要看看是谁这么急着要我的命。别让他要毒。先把话说清楚，再动我先废了你的手。衙里藏毒，袖中藏针，不是抢粮，是来灭口。侯府已经倒了，为何还要杀我？是谁下令？说出来，我留你一命。你不说，身上的东西也会替你说。三皇子府，原来想杀小姐的不是侯府，不是仿造，这是皇子府死时才有的腰牌。谢家已经替他背罪，他还不放心。因为你知道的太多，他怕你活着开口。你验过假粮，拿过货票，还知道夜运路线。只要你活着，侯府这口锅就扣不牢。所以他想让我永远闭嘴。那我就让更多人听见，也让3皇子睡不安稳。这是旧排水暗道，能通到南城芦苇大，宽不足3尺，人能过。粮车过不了。粮车过不去，我们的粮怎么办？没有粮，出了城也活不了。拆掉粮车，把粮分成小袋。没有车，300担粮根本带不完。能带多少多少，先保人，再保粮，最后才是车。车是子物，人和粮才是活路。还愣着做什么？关闭一道，连人都走不了。
这是我半辈子的家当，不能丢。暗道太窄，箱子会堵住所有人。我给银子，让我先走。金子和命，只能选一样。你若抱着箱子进去，后面的人都会被你害死。当年修这暗道，只容2人错身，谁带大香笼，谁就卡死在里面。首饰摆件，不能吃也不能用的，全留下。谁拖慢队伍，立刻放手。壮年每人背30斤，妇人背15斤。老人和孩子不背粮，先入暗道。伤员怎么办？能走的扶着走，不能走的2人抬。所有人按号入道，不许抢，不许回头。姐姐，里面会不会有鬼？没有鬼，只有一条活路。志伟，你跟我一起走。祖母先带孩子出去，我得看着最后一个人进暗道。小姐，这些也带走，出了城还能换粮。那是我们最后的银票。封城以后，银票只是一张纸，若落到追比手里，还会暴露我们的去向。从今天起，2笔银票值钱。奉命索捕谢知远，开门！你带人走，我留下断后。契约上写的是共担风险，所以我党人，你保粮，也保住他们的命。暗道在这里，追！人都到了吗？只差我们3个。往前走，我只能挡他们片刻。100人都出来了，粮也保住大半。城门已经关闭，追兵暂时过不来。小姐，城里全是哭喊声。别回头，从今日起，我们只能往前走。人都出来了，粮也保住大半。先别歇，追兵不会给我们喘气，清点人数，按轻重装车，车装好便走，谁也不等。马蹄声，正朝这里来。侍卫，立刻打开粮车！侯府的粮被禁军封了，先拿20吨出来。父亲追出城，不是来认错，是来抢粮。我是你父亲，这粮就该先救谢家。签字时你说生死各不相干，如今饿了，血脉又有用了。谢家血脉不是一张纸能断的。那你为何想要俊杰书断我的命？手印还在，你赖不掉。我是安远侯，这些粮理应先供谢家。侯府匾额已经被摘了，这里没有侯爷，只有逃命的人。你敢让父亲排队？想吃粮就守规矩。志伟，我养了你10年，也没饿过你。你花的是我母亲的嫁妆，我的衣食要钱也出自母亲账上，这份我早还清了。侯府还欠我10年利息。你真要看着亲人饿死？城里被你们卖掉口粮的，哪一个不是别人的亲人？他们求粮时，你回过头吗？今日想吃，就拿劳动来换。这些粮本就是谢家的，我是世子，你敢拦我？敢！我只认契约，再动，我先断你的手。侯府已经倒了，你现在抢的是别人活命的粮。姐姐，我没想害死你，我只想要侯府。没想过不代表没做过，你看着他们逼我暗印。我错了。先起来，认错不换粮，干活才有饭。前面水沟还能取水，打1桶回来，换1碗杂粮粥。想吃饭就自己去。你是侯府小姐，怎能做下人的活？要命还是要架子，自己选。你们给我回来！别扶我，我自己来。我饿，也想活。水没洒，粥是你的，记住，这是你自己挣来的，别哭，粥会凉。让我们上车，等谢家翻身，我认你回来。我的身份不需要你给，愿意干活的跟在队尾领粮。这里没有侯府小姐，只有肯不肯干活的人。再这样下去，后面的人要追上粮车了。他们不是来跟路，是来抢粮。先停，让所有粮车围成一圈，百姓孩子站到中间。你有这么多粮，为何不给我们？我们都快饿死了，你还守着粮不放？可以给，但谁先抢，谁最后领。
谁敢割开粮袋，今日一粒也没有。百姓、孩子、病患先领公粮，有力气的人以工换粮。什么叫以工换粮？抬伤员、找水、拾柴、修路、守夜，做多少事领多少粮。想活命就排队。这些粮本来就是朝廷的，你凭什么拿官粮使唤我们？这是我拿嫁妆买的粮，每袋有票，每文有账。官仓里的粮已经变成沙土，你们若想找朝廷，就回城去问那些官员。小姐，原本只有100人，如今又多出几十张嘴，再收下去，我们自己都活不了。粮只有这么多，不能见人就救。你们担心的对，所以粮不能白给，只守着粮，我们最多多活1个月。路要有人探，水要有人找，伤员要有人抬，把灾民聚在外面，他们饿极了就会来抢。可收进来，粮还是会少。百姓孩子站左边，伤病站中间，能干活的站右边。隐瞒吏起，冒领公粮，第2日停粮。先记名字还是先发粮？先登记再发。从今天起，每一粒粮都要有去处。粮册记物资进出由林伯掌管，劳册记每个人做过什么由清河登记，公册记录老弱病残，保证他们每日最低考粮。谁来核实伤病真假？你管造房，也最清楚谁真的吃不动走不动。要是分开，开仓便要3人都在，这样谁也不能私自动粮，包括你，包括我。从今日起，没有3人同意，谁都不能开仓。小姐就不怕他们背叛？怕，可一座只有我能打开来的粮仓，早晚会变成第2座侯府。全放出去，规矩便要立得更严，所以谁都要被记在册上。从今日起，抢粮者无粮，做事者有犯，老弱不弃，偷藏必罚。粮不属于一个人，规矩却必须所有人遵守。车停下，所有人靠近粮车。不是塌方，是有人故意拦路。后路也被堵了。别乱，百姓孩子进车阵，其他人按昨日的分组站位。想活着过岭，就按我的命令做。留下3辆粮车，我放你们过去。敢反抗，车留下，人也留下。只要粮车？哼，少废话，车、粮、牲口一样不能少。3辆都给你。小姐，那是我们最后的粮车，还是你识相？他们抢的是粮，也是我们的命。车可以给，拿了以后就让我们过岭。自然。大哥，里面没有粮，全给我割开！我不信3辆车都是假的！你敢耍我？你说要粮车，我给了。我要的是粮。你只说留下车，从未问车里装的是什么。做山匪连话都说不清，怪不得只能守在山里挨饿。搜他们的包，真粮一定在人身上。你的人若再往前一步，就回不了山寨。凭你身后这些灾民？不是凭他们，是凭你刚才为了抢假粮，把所有人都调下了山。山顶、退路和寨门都已经被我们占了。你什么时候上去的？你盯着粮车的时候，放下兵器，再动一下，先射拿刀的人。我给你们2个选择，你们今日放下刀，便还有我活路可走；放下兵器，护送粮队过岭，按劳分粮，继续抢夺。今日就留在山上。你会给山匪粮吃？我不养山匪，但肯做事的人都能领粮。规矩与你们过去是谁无关。寨里已经3日没粮了，我愿意护车，只求给孩子1碗粥。叛徒！继续跟你抢，早晚也是死。愿意留下的，站到右边，每个人先登记姓名。护车1日记1个功，巡夜、探路、搬运另行加计。先干活，晚上再领第2碗。只要孩子有饭，我什么都干。记住，抢来的粮没有下一顿，挣来的才有。他们若再犯呢？你们守粮，不再抢粮。既然投降，就从今日重新做人。谁护住1车粮，谁就护住1群人的命。有
里的人都吃了同一锅粥，怎么偏偏他们病了？都是吃了他的杂粮才病的。谁都不许碰粮车，这就是给牲口吃的东西！你拿坏粮害我们！所有人都吃了这锅粥，为何只有喝过东边河水的人发病？今日打水的人确实都去了东河。立刻封住水桶，谁也不准再喝。上游像有东西堵着。不是粮有毒，是尸体污染了水源。把下游全部封住。是。谁喝过这里的水，立刻登记隔开。小姐早就料到会用上这些。灾年最先断的是水，最容易死人的也是水。西边取水，中间做饭，东边安置病患。生水必须煮沸，病患用过的碗单独烧洗，照你的规矩办。先补水，再服药。高热的敷冷布，呕吐不停的暂时禁食。是我错怪你了。现在不是认错的时候，照顾小孩子，别让他再碰生水。他嘴上说大家同吃杂粮，暗里一定藏着精米。孩子都病成这样了，还不肯开仓！把门撞开，里面若有精米，就该先救主子。跟着我，今日谁抢到就是谁的。谁敢动粮仓，先从我身上踩过去！母亲，你还要护着他，病的是谢家的人。队伍里每条命都一样，你若真心救人，就先把自己藏的东西拿出来。清河，搜！你敢碰我？我是你继母！抢粮者无粮，私藏者没收，规矩写在公册上，继母也不例外。孩子们病成这样，你竟一直藏着！我的粮凭什么给外人？你刚才煽动所有人抢公粮，轮到自己的精米，别人变成了外人。这是我最后的保命粮。精米熬成稀粥，先给病重的孩子和百姓。你不能抢我的粮！你私藏物资、煽动抢仓，已经触犯2条规矩。从现在起，你被逐出队伍。外面全是灾民，你要我去死？你真要赶我走？留下你，下一次被抢的就不只是粮。粮少不可怕，水脏了能净，病来了能治。可怕的是有人宁愿看别人饿死，也不肯少吃一口。城墙虽破，地势却高，洪水到不了这里。这地方废了多年，不能只看表面。先别进堡，让探路的人查井查泉，也查周围有没有伏兵。泉水清，附近也没有尸体和牲畜粪污。有水，有墙，还有能开垦的荒地。那就把这里当第一处落脚地，水源先围起来，任何人不得下井洗东西。孩子已经走不动了，不能先分住处吗？屋子漏风还能补，水源被毁，粮仓受潮，所有人都会死。先修水渠和粮仓，再按人数分房。北蛮入关了，青石林和赤匪3城接连失守。边军为何会退得这么快？军中断粮5日，弓箭和马料也快耗尽。若再退，北地门户就要全开。安远侯府世代守边，朝廷迟早会恢复我的兵权。等我重新掌军，你的粮自然要交给我调配。粮可以给守城的士兵，不给拿女儿换爵位的人。军情紧急，岂容你一个女子做主？我若不做主，这些粮进了周家的船，没有将领，粮守不住。那也轮不到一个刚被削兵权的人来守。奉朝廷急令，征收燕回堡全部存粮，立即运往边军。全部征走，保中老幼吃什么？百人今晚就会断饭。军令如山，灾民自寻生路。粮可以出，既然肯出粮，还不快交钥匙？我说可以出，没说白交。朝廷征粮，你敢谈条件？敢。粮是我用嫁妆买的，人也是我带出来的。第一，燕鬼堡和周围荒地归粮社使用；第二，所有灾民就地登记户籍；第三，3年免税，征出的粮直接发给军民。你一个商化之女，也敢向朝廷要调户籍？你这是趁火打劫！没有地契免税令和灾民户籍，我1粒粮都不出。延误军机，你担得起吗？边军等得起。你可以不答应，你也可以现在转身。再无粮，下一座失守的就是燕回堡。我只能先带朝廷盖印。盖印之后，100担粮立刻装车。够了，要粮盖印。
喝了这壶茶，你就什么也看不见了。这么晚了，你去哪里？老夫人夜里咳嗽，我去灶房取热水。三殿下有令，取粮杀谢之威。粮仓在哪边？进门向西，谢之威住在议事厅后院，动作快些，天亮前必须撤走。等你们很久了。你们不是在东墙巡守吗？让你看见的才叫巡守。放下兵器，否则下一支箭就落在你们身上。开门！走，杀了他！救我！我是皇后的人。他若死，是你替我们灭口。你们今晚一个也走不了。祖母，您怎么知道他今晚会开门？他连着3夜查看换班，又偷配钥匙，发现以后不拆穿，才能看清他真正等的是谁。今晚守门的人也是我故意换走的。可您为何断定他要害的是我？你睡梦中说过几句话？我说了什么？说他不是好人，也说他会开门。我只当你做了噩梦，便多留了一份心。皇子府暗印，封蜡没有拆过。以粮换马，引北蛮牵制边军，城破以后，再把罪名推给安远侯府。赵岩为了皇位，连边城百姓也能卖。你看见信，也活不到送出去。我还有一样东西，哥哥在书房烧账，禁军抄家时把这半本藏进裙架。我那时只想给自己留条活路。货票证明官粮进了周家，私印证明侯府放行。这里还有皇子府收进的日期和数目，再加上勾结北蛮的亲笔密令，整条证据便接上了。证据一旦送出，三皇子会不惜一切截杀。留在堡中也不安全。做3份，1份交钦差，1份送太子旧臣，1份藏进粮仓暗阁。他能杀1个送信人，却杀不完所有知道真相的人。这些东西真能扳倒三皇子吗？单独一件不能，可贪粮、卖城、嫁祸和灭口连在一起，他便无处可逃。天亮后，我亲自送第1份证据。这一次，该进天牢的人换一个。奉旨彻查官粮亏空与边关通敌案，涉案人等一个不得离保。人证、物证都在，请大人当众审，不要关门私问。官粮之事全是三皇子指使，我只是受他蒙骗，侯府是替他办事。你承认夜运官粮，伪造仓账？殿下说秋粮入京后便能补回，我不知会决堤。第1次卖粮是被骗，第2次把罪名推给女儿也是被骗。我那是为了保全族，所以你知道有罪，也知道需要一个人偿命，只是你选了我。货票对得上官仓货号，私印对得上每次夜间放行。这里记着周家、侯府和皇子府的分银数目。还有三皇子的直接证据吗？信中写明，以官粮换北蛮战马，边城失守后，再由侯府承担全部罪名。这封信从何而来？从他贴身夹层搜出。昨夜他还奉命取粮，杀人灭口。三皇子盗卖官粮，私通北蛮，嫁祸功臣，证据确凿。我愿指证殿下，保住谢家爵位。立朕认罪，不等于无罪。先押下去，听候朝廷发落。边军断粮，你即刻交出全部存粮。交出粮食，朝廷可对你既往不咎。我没有罪，不需要既往不咎。抗拒征粮也是罪。要粮可以谈。这4条缺一不可，否则1辆粮车也不出堡门。你想用几百丈粮换一座城？我换的不是城墙，是这些人的活路。北蛮又破一道关线，边军今日再收不到粮，只能弃守。本官无权做主。那就800里交集请旨，官印一落，粮车立刻出发。大人，前线等不起了。三皇子赵玄废为庶人，押入宗正寺；皇后幽禁宫中。安远侯谢崇山削爵流放，燕回堡及周边荒地拨归粮社，灾民就地入籍，3年免税。
100道军粮今日必须启程。按军民名册装车，谁也不得截留。从今天起，这里不再是废堡，这里是我们的城，这座城谁也夺不走。燕回堡的旧名用了几十年，真要改吗？这里不再是弃守的军堡，从今日起，它叫新丰城，新粮、新户、新规矩都从这里开始。农户去东坡开荒，工匠修墙建屋，造房制作干粮，针线队缝棉衣和药包，护粮队打通商路，所得计入劳册。住处还没分，大家会不会争？先按人口登记，再按工分房。女子可独立登记户籍、土地和粮社股份。没有丈夫，也能单得立户？能。地是谁开出来的，名字就登记给谁。女子迟早要嫁人，怎能独立立户？女子一嫁，土地岂不全带去夫家？自古家业都由男子承继。新丰城的地不按你们的旧规矩分，谁开荒，谁守城，谁出工，谁就有资格登记。你这是坏祖宗规矩！我嫁过人，也守过城，你守过什么？我的庄子、现银和首饰全部投入粮社。今日我先立户，谁不服，拿自己的家产出来比。谢氏独立女户，粮社股份10份。我也开过荒，能登记吗？带上劳册，照规矩登记。粮社设7席，农户、工匠、造房、护粮队和灾民各推1人，重大支出必须5席同意。小姐不在独掌总账，总账由你管，但每月公开核对，谁都不能把粮社变成自己的钱袋。这座城是小姐用粮换来的，若人人都能反对您，往后如何办事？这座城不是我的私产，我若变成第2个侯府，谁来阻止我？能让人反对，权力才不会烂。外门钥匙归林伯，内仓钥匙归孙婆子，封册钥匙由议事席轮流保管。小姐自己不留？我留的是查账权，不是独开粮仓的权。3把钥匙不到齐，谁都不能动粮。朝廷恢复你河防营统领之职，即日回京领命。这是你应得的。回京之后，你能重新做将军。城主，今年所有田都丰收了，这回全城都不用挨饿了。先留种粮、公粮和口粮，剩下的才算我们的富裕。粮车到了，该回城分粮了。3城百姓口粮，3城来年种粮，2城供护卫、病房和学堂，2城换药材、铁器，全部写上公示牌。账就在这里，有疑问便当面问，谁都能查，谁也不能私改。今日新到12户，住处和口粮都登记好了，布房也收了8名女工，老弱先安置，有力气的明日领工牌。新来的人也按粮社规矩走，别漏掉1个人。南北粮路已经打通，南方送稻米、经送药材和豆类，契约不能只在粮社手里，粮社、车队和沿途村庄各执1份，谁也独占不了。这才是长久的粮路。流放地送来的是谢重山，他承认不该拿您顶罪，也想见您最后一面。小姐，要回信吗？不回，也不必收。我不会原谅他。那为何还要留下？他后悔与否，已经不能决定我的人生，是因为我不必再靠恨他往前走。这封信就留在过去。对，箱子合上，过去也该合上。都站好，谁也不许挤，先给百姓孩子，再给做工的人。今天人人都有，不用抢。还愣着做什么？第1锅熟了。先尝一口吧。这是给城主的，我不能要。先吃，别怕。新丰城没有谁必须饿着，等别人吃剩，饿了就排队。能做事的以工换粮，年纪小做不了事儿，就先吃，长大以后再还。真的不用抢吗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碗，锅里多着呢，谁也抢不到你的。甜不甜？没放糖。谁问你放没放糖？我问这碗饭甜不甜？真甜啊！这是我这辈子吃过最甜的一碗饭。前世
我跪在泥水里抢别人吃剩的一口馊饭。这一世，我终于坐在自己的桌前，和自己选择的家人一起吃一碗不用争、不用抢、也不用向任何人低头的新米粥。